我认为居住空间要围绕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来设计，你住在这里会很少生病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家呢，位于武夷山的山脚下，400多方，有一个小小的院子，改建下来的3年时间。我们住在市区里边呢，我媳妇一直有鼻炎，其实这几年的身体体质也下降了。我们想住出来，围绕向往的生活状态来打造。入口呢有一个跃动门，天圆地方的概念，从圆看到方。从餐厅那个角度呢，圆的里边看，外边的这扇门它是方的。客厅、茶室都是全开放的。然后呢，用这些虚隔断，又可以开又可以合。现在这些大别墅、大平层，每一层人跟人之间就隔绝开，丧失了中国的生活观念，都是以和合为宗旨。我首先做一个中空的一个合院，四周做4个房间，然后把中庭放在最中间。底楼生活起居啊，接待客人啊，然后餐厅部分。我媳妇在下边做饭，她可以喊一声：“哎，老爸，你下来吃饭了。”一个家的概念就融在一起了。上面3楼的顶呢，北边部分呢，全部都是可以打开的。好的建筑是可以呼吸的。为什么城市里的人睡10几个小时睡不醒？是因为公寓门窗体系都是密闭的，你在呼吸自己排放出来的二氧化碳。上面开了气窗，空气永远是跟外边有对流的，其实又增加了隐私性。你可能睡6个小时，醒来之后精气神就够了。我们在古人的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。传统的古法来说，都是就地取材，改建拆下来的砖块瓦片，通过2台粉碎机把它搅碎了，拿到乡下做了1年的实验，用古法的夯土墙重新把它还原成建筑的一部分。走廊啊、屋顶啊，全部是用古法用榫卯结构来做的，不需要钉子，采用的都是非洲油木、榉木。建筑下边的地基呢，做的是架空层，湿气也没了，冬暖夏凉，虫子也不会进来了。这些都是古人的智慧。等若干年之后，还是可持续的建筑材料，留下一个绿色的地球。我做设计也快30多年了吧，我经常在外奔波，但有了这么一个美好的家之后，有时候1点钟我都赶回来住，因为觉得还是住在家里踏实。5、6点嘛也就起来了，收拾一下花园，拔拔草，然后晒晒背。周边有个茶园，再遛下咕噜，然后再工作。现在其实中国文盲不多，但美盲，特别一些居住类的，我个人认为可能就是99%，都是以欧美建筑奢华一些材料，大理石啊、玻璃啊来装修自己的房子，认为把钱贴在墙上才达到成就感。其实当下呢，我认为一家人围聚在一起，你住在这里，身心健康就上来了，这些才是你居住的根本。